大家好，这里是娱乐矿工，挖你不知道的料。本栏目是矿工旗下针对影视剧的解说栏目，我们会不定时更新，为大家带来佳作的解读欣赏。2022已经过半，本期我们聊聊这半年来值得观看的5部台剧。最近王心凌大火，对很多大陆的观众来说，不仅回到了华语乐坛巅峰的时期，也十分怀念台湾偶像剧大行其道的那些年。台剧从80年代开始引入大陆，早期以言情剧、琼瑶戏为主，如《几度夕阳红》《庭院深深》捧红了一大批影星。到90年代，琼瑶戏还未退热，古装戏又占据了大半江山，产出了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《包青天》《七侠五义》等。可以说，这时的台剧在大陆掀起了收视的新高潮。00年代开始，以《流星花园》为首的台湾偶像剧大行其道，甚至一度压制同期韩流，标志着台剧的华丽转型。但00年代后半期开始，台湾娱乐产业逐渐萎缩，台剧的产量和质量都出现下降，同期的港剧也是如此。时间来到10年代，台剧经历低谷却厚积薄发，题材类型逐渐多元化，包括偶像剧、犯罪悬疑、社会民生、青春励志等百花齐放。这期间就诞生了《想见你》《谁是凶手》等质量上乘的好剧。光是2022年就有5部值得观看的影视剧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盘一盘。初看《俗女养成记》这个剧名可能会被他吓退，但压抑住点下关闭键的手，你会发现他的故事会给你惊喜。39岁的女主陈嘉宁是一位生活在台北的台南人士，没房没车没事业，是位不折不扣的北漂。在家公司做董事长助理的她看起来很威风，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工薪阶层的保姆，不仅要整点提醒董事长吃饭喝水，还要帮董事长老婆监督老公，甚至要帮董事长的小三刷信用卡买包买房，也要时刻准备着接听领导一家的电话。已经在公司待了11年的她写下了一抽屉的辞职信，却一直缺乏把辞呈甩到老板脸上的勇气。男朋友又帅又暖又萌，愿意为自己吃醋打架，愿意制造浪漫，家里还有钱，能说出我养你。可是相处4年半之后毫无心动，连害羞都像是任务要交差，并且婆婆是控制狂，是不是和你有点相像呢？于是她毅然决然拒绝了求婚，回到了老家。第1季的前几集就充满抓马和欢笑，而越看到后面越觉得小清新。在乡下的童年和父母姊妹的相处，一点一滴都是我们内心的真实写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女主角的扮演者谢盈萱也是金马影后，演技浑然天成，难过开心都能1秒钟把观众带入。虽然是部小成本，但绝对值得追下去。从《想见你》开始，台剧的剧本就展现出惊人的创造性。天审之地不下雨就是这样一部充满脑洞的剧集。故事文本取材自阿美族泛灵神话，剧情讲述因环境问题，使众神选择不再祝福这片土地。随着最后一场雨的到来，众神纷纷离开他们所眷恋的人间。然而在末日倒数前，却产生了一段缠绵悱恻的人神爱情故事，并伴随诸神间的争斗。故事主角叫谢天地，住在台北的一位导游。从小被奶奶带大的他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，那就是祭祀后代，可以在危难之际召唤守护神。听到这个设定，是不是就很带感了？实际上更让人惊喜的是整剧制作水准，特效、配乐、摄影都很优，开场动画堪称惊艳。而关于电视剧的主题，探讨了信仰、末日、环境以及人类命运。同时因为和《想见你》是同一班底，所以叙事风格上也有传承。前2集会有一些过往爱情片段的闪回，往后再一点点把谜题揭开，悬疑感满满。顺带说一句，小爱玉真的很可爱。你又不是警察，为什么他叫你警察先生？你是什么人？我不是人，我是狗袜子。前文有说到10年代后台剧飞速崛起，不仅是创作者们辛勤耕耘的成果，也离不开背后资本的支持。例如我们与恶的距离创作过程中，就得到了台湾文化部前瞻计划第1期特别预算补助，以约4300万台币制作10集。随后的台剧诞生过程中，也都能看到各方资本的汇入。除了有爱奇艺、腾讯等资源对象为盟友，最大的金主爸爸无疑就是网飞。布局亚洲已是网飞显而易见的趋势策略，这从最近热播韩剧都是由网飞独播就可以看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台剧无疑也受到了重视。深受观众喜爱的《谁是被害者》《华灯初上》就是与网飞合作推出的剧集，背后支持强大，阵容剧本自然都不会差。像《华灯初上》，主演你有林心如、杨佑宁、郑元畅、霍建华，配角你有吴慷仁，客串都是许光汉和徐若瑄。台湾娱乐圈戏言，没上过《华灯初上》不算1线演员。《华灯初上》的故事发生在1988年台湾一家叫光的日式酒店，开篇是酒店中一位重要人物的死亡，由此剧情开始插叙倒叙，讲述酒店中7名女子的爱恨纠葛。他们中有人坐过牢，有人年老色衰穷途末路，也有人暗中贩卖。
供养流浪，还有没毕业的学生小姐。但无一例外，她们都是苦命挣扎的女人，靠着陪客人喝酒调情，抽取分成养活自己，在局限的空间和几个人物之间构筑戏剧冲突和张力，形成细密连贯的悬疑效果。剧本不可谓不妙。第一季悬念为谁为死者，后2季的悬念则是谁是凶手。在这个爱情加悬疑加宫斗元素叠加的年代剧中，观众从几名熟悉的演员身上也发现了惊喜，尤其是主演兼制作人的林心如，惯常演温柔婉约形象的她，此次饰演了一位暗恨分明、野性的妈妈嫂罗雨龙。当有男客户以手滑闻名揩油店内女员工，罗雨龙就能当即以眼还眼，因手滑泼出一杯水。还有外表冷峻、内心落地的百合。剧里的女性虽都深深困在爱情里无法自拔，以往的故事都在鼓励人们如何为爱而活，不要为爱而死。而这部剧倒反过来，庆怡失恋自杀，雨龙躲进房间，然而他们都再次活了过来。《华灯初上》可以说是近年来最成功的女性群像电视剧之一，值得大家一看。除了网飞 ，HBO 也同样在布局华语区，《良辰吉时》便是 HBO 推出的力作。其实早在开播之前，该剧侯孝贤总监制、张艾嘉客串、杨佑宁参演的噱头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。这是一部单元剧，共7集，刚好对应1周7天。故事发生在太平市，再加上诡谲灵异的氛围，让人恍如以为是太平间。每集都讲述一起死亡事件，或是老死，或是病故，或是他杀，亦或是死因不明。每个故事虽然不长，但细节却非常丰富，耐人寻味。拿第1集来说，郭家3兄妹因为父亲的去世，匆匆聚在一起准备出兵，但兄妹3人早有隔阂，又各怀心事，于是假装悲伤，貌合神离，家长里短的掰扯放到葬礼上，多了几分凝重的气氛，也逃不过家庭伦理中的那些计较和无赖。大哥看似忙碌，二哥看似软弱，三妹看似强势，各有各的张牙舞爪。在逝去的父亲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没有人真心待他，但实际上这个父亲也并不称职，年轻时在外拈花惹草，有了私生子也不想负责，对正室孩子们没有耐心，晚年只能依靠年轻的情人。在这个故事中，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温暖的亲情，有的只是一群虚伪的孝子贤孙，内心中的虚无与空洞，用鬼事说人事，这番戏谑的手法成了《良辰吉时》最大的亮点。黑色幽默的运用将悲剧变成了喜剧，于是这场本该严肃伤感的葬礼变得无比喧闹，正因为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世态炎凉，而后面的故事也更让我们感到期待。看完这些深刻的内容，不妨换换口味，试试小清新。作为号称台府最高颜值的正负之间，也在近日播出了，由新生代演员林尚豪、石成杲、郑其磊、李建腾共同主演，4人共谱2段令人小鹿乱撞的爱恋。其中林尚豪和石成杲饰演的正负 CP 是从幼稚园开始就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不但从小就是好邻居，进入职场还是同事，直到一次意外动摇2人维持20余年的友谊平衡。目前剧集已经播出3集，虽然演员演技较为生涩，但青春无敌，激动的表演反而更加真实，非常值得一看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觉得我们做的不错的话，不妨给我们一个订阅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